在英雄们的温泉聚会上，发生了一起难以置信的杀人事件，死者竟然是 S 级的不死超人僵尸男，并且凶手就在他们之中。事情还要追溯到2天前，外星人入侵事件结束后，英雄协会组织了2天1晚的温泉旅行，也相当于庆功宴了。原子武士和球棒质疑起这些啥也没干的家伙们为啥能一起来。Flash 表示他是去别的地方消灭怪人了，诸神是肚子太饿回家吃饭去了。金雀侠表示他只需要保护自己的城市。越看越不顺眼的球棒就会和 Flash 打起来了。相比起这边的吵闹，隔壁的女生们就安静多了。龙卷不屑地表示明明靠他一个人就够了。泡过温泉后，协会组织大伙享用美食和美酒。原本只是这么简简单单的一顿酒会，谁也没料到会变成惨烈的命案。按照现场来看，首先是判断作案工具是原子武士的佩刀。原子武士称他当时把刀放在酒会上，被人偷偷拿走了。再加上有人能证明原子武士当时在喝酒，排除了嫌疑。这时邦古提出他们似乎都没有杀人动机吧。说到动机，黑光想起不久前性感囚犯一直偷偷盯着僵尸男。囚犯解释道他只是觉得僵尸男很赞，要是他的人就好了。另外他只会对穷凶极恶的罪犯动手，不会杀人。但基于囚犯经常坐牢，社会信誉度低，不排除嫌疑。这么一说，囚犯表示他也有线索。他曾听到那边的秃子一脸奸笑地问僵尸男怎么用劲打他都打不死是吧？这种非常危险的话。奇遇表示他只是听说僵尸男是不死之身，有些好奇罢了。金诺斯立马就站出来力挺老师，不可能是奇遇老师，因为如果奇遇老师想杀人，只需要一拳就。いや待てよ。もし不死身かどうかを確認するためだけであれば、手加減する意味で武器を使うという可能性もある。自以为想明白一切的金诺斯偷偷告诉奇遇，放心，他到时候会替老师辩护的。气的奇遇是当场就要发飙，是越抹越黑。先不谈奇遇，在一旁一直盯着僵尸男尸体不说话的 Flash， 去吃早餐没有回来的朱晨，还没起床的警犬侠，从早上来就很安静的金属球棒都有嫌疑。这时原子武士突然提到，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也很可疑吧？那个人正是刚赶来的 King。King 告诉他们，当晚他口渴去售货机买饮料时，就已经看见僵尸男倒在地上。同理追问道 ，King 当晚都干了什么？個室についている浴槽に使った後、眠りについた。あ？この旅館の売りは大浴場の露天風呂だってのに、なんでわざわざ部屋の風呂に入ってんだ？それは個人の自由だ。越说嫌疑是越大，甚至还听到了 King 的帝王引擎。就在一场大战即将打响时，龙卷突然冒了出来，表示既然都有嫌疑，那他就全部绑了再说。就在此时，地上的僵尸男有了动静。等他清醒后，向众人解释道：“昨晚他喝多了，只记得这把刀突然从空中飞向了他，并且刀身上还泛着绿光，就像那样。”这下子，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龙卷身上。龙卷嚷嚷着表示他不记得了，况且他本来就知道僵尸男打不死，何必要做这种事呢？为了不让事情进一步恶化，反正僵尸男也没事，就此结果吧。等众人走后，西西找到了童弟，将当晚的监控录像放给了他看。果然是龙卷干的，看那样子是醉得不行，应该是知道僵尸男打不死，所以才为此找乐子吧。不过话说，龙卷为什么会喝这么多酒？这件事恐怕也只有杰诺斯清楚了。仔细想来，这一切都是奇遇老师造成的结果。在当晚，龙卷表示他不想喝这么难喝的东西，被奇遇一把夺了过去，让他一个小鬼头别学大人们喝酒，该喝橙汁才对。奇遇的话让龙卷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便一发不可收拾。事情就是这么简单。いやーしかしいい湯だったな、ジェナス。はい。这一天，公园厕所里，几个特异功能论坛里的小混混聚集于此，准备干一票大的。刚商量好计划，就碰见了上完厕所的奇遇。误把奇遇当成了迟到的同伙，将做完的计划统统告诉了奇遇。看着奇遇听的是一脸懵逼，一问才得知，原来他们竟把计划告诉了一个职业英雄。不过问题不大，看起来就像个杂鱼，正好拿来热热手。说着几人便要向奇遇展开攻击。首先是会喷火的火男，然后是会冰冻的帽子男，最后是会控制野兽的眼镜男。见奇遇竟然毫发无损，火男就要使出绝招，结果反倒是引火上身，把自个人给点着了。おいおい、大丈夫か？经过一番折腾，三人面面相觑。果然，相比起那些超能力者，他们的实力还是太弱了。不过他们是不会放弃的，正因如此，他们才需要干一番大事来向世人证明自己。不明所以的奇遇还以为几人是他粉丝呢。几人正想解释，突然间地面开始剧烈颤动，随着公园广播通告着有危险生物出现在地底下，是一只能操控土地的怪虫土蚯蚓。这阵仗吓得几人是跪地等死，而奇遇压根儿懒得躲。哪里？知道碰上硬茬的蚯蚓怪还想逃，可已经晚了。听到动静赶来的杰诺斯，瞅见是奇遇老师在这儿，那就没事了。
而那三人组瞅见既然是魔鬼凯瑟琳来了，自然而然的就把打败怪人的功劳算在了杰诺斯身上，毕竟那可是 S 级英雄。有杰诺斯坐镇，他们就不敢说出实情了，忙着解释道，其实他们是想找尊敬的奇遇老师成为英雄的。可谁知道顺着杰诺斯的话随口这么一说，给奇遇听到后就不一样了，果然是他的粉丝嘛。那么作为他的粉丝，又想成为英雄的话，仅凭他们这的实力可不够，起码要做到火男能挡住陨石坠落，帽子男能用冰罩子保护城市，眼镜男能驯服外星生物这种程度才行。看上去骇人听闻，不过没关系，接下来就由他来进行魔鬼训练：跑步、仰卧起坐、俯卧撑。只有抛开对特异功能的依赖，锻炼到身体才能真正的变强。杰诺斯在一旁附和道：“没错，别以为那么容易就想让奇遇老师收你们为徒。”瑟瑟发抖的几人完全搞不清状况，但也不敢多问，以后再也不想干什么大事了。而他们并不知道，之前的蚯蚓怪凭借着身体小躲过了一劫，正在暗自庆幸。可结果，地球からのメッセージ。为了打倒山上的怪人 ，S 英雄们冒着暴风雪上山，却根本没有发现怪人的踪迹，便决定在英雄协会名下的山庄休息一晚。而正巧碰到了同样被困于死的奇遇和杰诺斯，还有前来休假的常客闪光 Flash， 让他们不要打扰他休假。一众人就怎么分配房间进行了一番激烈讨论。杰诺斯想要最大的意见，奇遇想要分房睡，黑光睡哪儿都行，只要能锻炼。佟丽和球棒就最安静的房间产生了争执，将神的松巴调解。殊不知窗外正有一道身影在观察着他们，正是前来找奇遇复仇的索尼克。一旦找到奇遇落单的机会，他就动手。可没想到这伙人分个房间需要那么久。お前は为了不让索尼克被冻死屋外，暂且将他关在屋里。就这样，分完房间的众人回到各自屋里休息。杰诺斯是铁脑袋，怎么说都要守在奇遇的房间里。结果还真被他撞见了前来偷袭奇遇的索尼克。まったく騒がしいな。突然的停电和这巨大的动静惊动了众人，竟发现僵尸男暴毙在客厅。难道说是山中怪人干的吗？佟丽分析了一番，做出结论：屋里除了他们几人，没别的生物反应了，所以凶手就在他们之中。话音刚落，暴毙的僵尸男已经醒了。他告诉众人，停电后他做了奇迹，却并没有看到犯人的身影，而同为英雄的大伙也不至于伤害同伴，那就只有……可话音未落，索尼克就跳出来否认道，他是来找奇遇复仇的，不会干那种事。另外，他可不是因为怕冷才不敢出去的。这么一分析，佟丽又得出结论，那很可能便是擅长易容或精神控制的怪人所为，所以犯人还在他们之中。那么首先做出各自的不在场证明。杰诺斯力保奇遇，顺带和索尼克较上劲儿了，表示停电后凭他们的速度，索尼克完全可以去杀人，他可以杀2个，奇遇老师能杀10个，是越描越黑。黑光则一个人在屋里健身，没法作证，而球棒在和妹妹通话，作为亲人的证词同样不能作为证据。佟丽则已经歇息了，所以到头来他们全都不能自证。奇遇突然觉着他们好像忘了什么似的。家のゴミ出しなら俺がしておきましたが。被这么一打岔，他也想不起来了，应该不是什么重要的事。说到这时，黑光突然端来了一份美味的夜宵，让大伙放松下紧绷的神经。奇遇和球棒刚抬起手，これに毒が入ってたりしてな。看不下去的僵尸男表示上楼去换身衣服。佟丽突然察觉到异样，难道说在第一人被杀后，让剩下的他们开始互相猜疑，最后自相残杀，这才是真凶的目的吧？所以真凶很可能便是主动寻死的第一人，也就是僵尸男。这越说是越邪乎。就在众人你一嘴我一嘴时，英雄协会一边打来了电话，告诉他们已经查到那山中怪人的身份了，是一只轨迹以上的疯狂棕熊，攻击方式很简单，只会用蛮力拳打脚踢。一听这话，众人就傻眼了，意思是怪人根本就不会精神控制和易容。就在这时，破洞的窗口吹进了凉风，让奇遇打了个喷嚏。佟丽瞬间就明白了，原来根本就没有犯人。在干燥的空气中，因为索尼克和杰诺斯的争斗产生了大量粉尘，被奇遇一个认真喷嚏打到了客厅里。等僵尸男前去查看时，打开火机，就造成了粉尘爆炸。原来搞了半天是闹了个乌龙。就在众人不知该如何跟僵尸男解释时，突然间山中怪人疯狂棕熊闯了进来，来的正好，这下子就有人背黑锅了。这场闹剧终于是结束了。当然，在屋里使用大量电器导致跳闸的 Flash 也是共犯。好了，到这里就是一拳番外篇的第7、8、9集了。下期预告：杰诺斯的失忆 ，King 的超强实力，性感囚犯和小弟们，以及帮顾元死的钓鱼小剧场。那么，喜欢本期视频的，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我是麒麟，那我们下期见。